网传赵露思签约虎鲸文娱，虎鲸大楼宣传全部都是赵露思作品引关注，网友纷纷扒出虎鲸背后势力引发热议。赵露思签约虎鲸文娱引发热议，公司大楼铺满其个人海报被质疑专属服务站，网友吐槽吃香难看。老牌经纪公司艺人济济一堂的良性模式对比下，这种高调独占资源的操作既暴露商业底牌，又易招致非议，甚至可能影响艺人长远发展。这都什么事啊？我手机都快被我捏碎了，真是服了。刚刷到那个热搜，说是赵露思签约了虎鲸文娱，我当时就想，虎鲸文娱这名字听着咋那么陌生呢？结果呢，再一看，好家伙，不是一般的不熟悉，是有点邪门儿。评论区里大家都在说，这虎鲸文娱的大楼外面宣传图片全是赵露思的剧照和海报，这不是摆明了告诉大家，这公司就是为他一个人开的吗？我当时差点没把手机扔出去，这操作也太直白了吧！网友们可不傻，一下子就炸了锅，开始扒拉这虎鲸文娱背后的故事。我也跟着看了一圈，真是越看越来气，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。说实话，明星自己开公司，或者家里人帮忙弄个工作室什么的，这很常见，大家都能理解。但搞这么一出，弄个新公司，然后把所有资源都倾斜给自己，还这么明晃晃地展示出来，这吃相是不是有点难看？想想以前那些老牌的经纪公司，哪个不是旗下艺人济济一堂，有条不紊的发展？就算是头部艺人，也不至于把公司总部变成自己的个人展厅吧？我记得当年华谊兄弟在某个颁奖礼上，旗下艺人那叫一个星光熠熠，各种咖位都有，大家都在为华谊贡献力量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。艺人跟公司是相互成就的，公司提供平台，艺人创造价值。现在这算什么？感觉就是把"我是唯一的公主"这几个大字直接刻在了公司大楼上。这事儿一出来，网上各种猜测就没停过。有人说这是他要单飞，自己做老板了；也有人阴阳怪气地说，这哪里是公司，分明就是个个人专属服务站。我寻思着，明星做到一定咖位，想掌控更多话语权，自己当老板，这都无可厚非。但你至少也得装装样子吧，稍微修饰一下门面，别让吃瓜群众一眼就看穿了所有的套路。这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，其实风险挺大的。艺人一旦出点什么事，整个公司可能都要跟着抖三抖，而且这也会让其他想加入这家公司的艺人望而却步吧？谁愿意去一个太子妃专属公司当陪衬呢？这道理估计小学生都能明白。就算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自家艺人，你也不能把阵仗搞得这么大，这么显眼。现在网友可不是以前了，随便一点蛛丝马迹都能给你扒个底朝天。你看那些老牌艺人，比如刘德华，人家也有自己的公司，但你看过哪个大楼上写满了他的名字或者贴满了他的海报吗？那是低调做实事。这一下子不仅把公司底裤给扒了，连背后的各种关系网、投资方都被人翻了个遍。这对于艺人本身的名声真的有好处吗？我觉得这波操作反而给他招惹了不少非议。也有人会说，这是明星的个人选择，公司愿意这么做，别人管不着。但问题是，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你的行为举止，包括你公司的一些宣传方式，都会被放大来看。大家都在讨论，这到底是团队的神来之笔，还是艺人自己想要的一种独一无二？我个人觉得，这有点像是那种以为自己很厉害，结果用力过猛，反而把底牌都亮出来的感觉。这种高调真的能带来好口碑吗？现在看来，大家都是一脸蒙圈加吐槽。这种热搜带来的到底是热度，
还是负面情绪呢？这事儿一出，我手机里那个赵露思的表情包又多了几个。哎，现在这娱乐圈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。你说这种操作到底是为了啥呢？